这一盒瑞鹤是我从日本雅虎拍卖上面买来的，那它是中古的，已经是一个日本的摩友已经玩过了，那做到一半就停工了。我看它就是包含着蚀刻片这些东西，它都有买，所以我就把它标回来了。那标到的金额呢是台币大概2000出头块。那我看到东西的时候就有点傻掉，看一下，蚀刻片都有，主要的蚀刻片，那它有很多零件都已经剪下来了，所以还要进行零件的分类，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缺件。包含烟囱，这个它都已经粘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船身，有的蚀刻片也都已经粘上去了。它喷的这个颜色这怎么看就太鲜艳了一点。如果日本海军真的用这么鲜艳的颜色，我觉得它在海上也是当标靶而已吧，所以我可能会先把颜色全部都洗掉。那做的不好的蚀刻片的部分，我们再用除胶剂把它洗下来。那其他的零附件，我们再重新组装，看看这一盒瑞鹤能不能够把它救得回来。我们准备了一个盒子，然后溶剂、刷笔，然后去拿个手套。那我们开始洗船身。我已经把大部分的原本的漆料都洗掉了，然后见底重新喷上我习惯上的见底色。那上半部的话，我会先把两侧的蚀刻片大部分都先安装好，然后再上底漆。因为上了底漆之后再上蚀刻片，就等于蚀刻片是粘在底漆上，附着力会比较差，所以我是比较希望先上蚀刻片，再上底漆。那两侧上完之后，再开始上后半部，还有前半部甲板这个部位。那以日本的航母来说的话，后面都会分成2层，甚至更复杂的结构都有可能会有，就变成这边会比较麻烦一点，必须蚀刻片粘上去，好，然后喷上底漆，上完我主要的颜色料以后，然后再粘上这一块。粘上这一块之后，还有很多的缝隙是需要补土的，补完土之后，再重新在这边再上一次底漆，再上面漆，所以它要分成很多次下去制作后半部的这个部位。那前面的话也是一样，因为瑞鹤号的前面这个部位，它还有2座防空机枪，然后一个瞭望塔，包含前面的船首这个部位。那之前的这一位玩家，因为他毕竟是中古的嘛，前面这位玩家并没有在这边开孔，没有开出定位孔，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再重新抓一下前面这个防空机枪塔的位置。我们就主要的先把两侧大部分要安装的蚀刻片以及零件先安装完之后，再来想，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制作。
然后我移除了大部分的原本粘在上面的塑胶件，就像这个是弦外走道，原本的玩家已经把它粘上去了，然后我把它所附上的蚀刻片也改装上去，然后安装上了爬梯、外面的护栏、爬梯这些，有的零件会去干预到喷漆的状况，所以必须要想办法把它给切下来那它有的支撑的这些支撑柱，我也会把它切断，然后等到准备要喷漆的时候，再重新把它给粘上去。好，然后在烟囱的这部分，瑞赫的2个烟囱，弯曲型的烟囱，这个也都蚀刻片都已经粘好了。那它的支架，原本的支架我也把它移除了，更换成原厂的蚀刻片组。好，那更换的蚀刻片组呢，它在船身上会有很大的2个洞，这原本是要连接塑胶件的，那我用补土先把它补了起来，就是用那个边框混滤盖，然后去融化之后变成塑胶的补土，然后上面的栏杆大部分都粘好了，然后移入到船尾。不过船尾的这个部分我还没有上胶，因为这边还要再做分色，我只是先把大部分的小艇的支架先做了上去，然后再准备粘上这边的栏杆，还有上面有个平台，然后左旋可以看到大部分侧面的蚀刻片都已经粘上去了。由于瑞赫它是迷彩的，所以要做分件步骤会稍微的复杂一点。好，然后我在组装舰手的零件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东西它已经断在那个箱子里面，所以基本上可能又要自制那个造型板，去把剩下来的部分给切出来。那切出来的成果就在这边，我可能还要再把它给接上去然后再接到船上去，再喷色，看救不救得回来。好，接下来我要开始做船身的色调统一，所以我用黑色底漆全部先喷上一次，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再用灰白色的底漆再盖第2次。因为我都没有在保养我的喷枪，所以我喷枪很容易就塞住。经过了1个晚上等待黑色底漆的干燥，现在开始喷灰白色的底漆。
现在瑞鹤目前，我们的船身已经大致上都做的差不多了啊。目前的船身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就上色也都上了，啊，然后剑桥也已经组装好，上好蚀刻片。那剑桥我会跟甲板一起上色，尽量不要让它有色差。我们现在开始做甲板的部分哈。这个机库我的设定是它是升降的机库，所以我只有点前面、后面，2点用田宫速干胶做临时性固定，到时候一拔就可以把它拆掉。然后我主要这样子固定是为了前面的这个机库它的升降的底板。它可以固定，因为我们的瑞鹤它的整个飞行甲板都是彩绘的，它是有迷彩的，所以就是它可以这样子临时性固定起来，然后让我们去把线给做出来，上色会比较正确一点，比较不会有误差。那后面的话就一样，按照原厂指示的把这个垫高座固定起来，直接粘上去，然后这样子放着，然后让升降机库的这个部位就要粘死。粘死以后，我们再做迷彩也会比较好做。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粘好之后，开始做甲板周围的蚀刻片，还有一些附属的小零件，然后包含这个回风罩、挡风罩这边，挡风板这边。一样要做蚀刻片的零件，那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上色。接下来要喷甲板的涂装，那瑞鹤的每一盒里面都有附上原厂的这一个喷涂指示。那喷涂指示呢，我这一盒它是中古的。所以它喷涂指示就不见了，我还去拆别盒的来参考，所以不可以让它有任何的割伤的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会找一个类似这种发光板的，然后把它垫在下面，去做一个描图的方式，把它描出来。福基米的这一点就做得相当的不错，因为它是用原尺寸的参考图，所以你就照着它的参考图下去切遮蔽胶带，那尺寸就会刚刚好。
我已经把甲板这部分的颜色都喷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拆这一些遮蔽，这些遮蔽胶带拆了之后，就可以知道我们之前做的努力有没有白费。如果遮蔽遮得很好的话，照理来说，撕起来的效果应该会很漂亮。那看到这个就是之前喷漆的时候没有掌握好要喷的位置，所以有的地方会有点盖不掉，就原本下面的底漆绿色的漆喷的不够多，就会这个样子。啊，有的地方会比较亮，比较淡，所以后面还要再补，那就是第一次的喷涂位置就没有抓好，这是失败的地方。那后面还要再补救一次，就浪费了那些时间。顺便提到一点瑞鹤的船身的侧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走道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喷的是跟船身的颜色是一样的，跟甲板颜色不一样，所以它从上看下来的时候颜色是不同